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迈克尔·乔丹这位篮球历史上的传奇人物，他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。自他退役以来，篮球运动经历了巨大的变革，从比赛规则到战术体系，再到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，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调整。这些变革使得篮球更加进步，还是有所退步呢？有球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如果将乔丹放在今天的篮球联盟中，他是否还能展现出当年那种无可匹敌的统治力？首先，无论哪个时代，迈克尔·乔丹的统治力都是毋庸置疑的。乔丹从1984年开始持续活跃到2003年，这段时间里，他经历了坏孩子军团、大梦时代以及黑白双煞的各种战术和打法。在这些时代中，无论是怎样的无解球员，只要与乔丹交手，都难逃被击败的命运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乔丹在任何时代都能够统治比赛，他的存在几乎是无解的，或者我们可以将这些时代统称为乔丹时代。如今 NBA 从勇士队的小球风格、魔球理论的兴起到规则的变化，都使得比赛变得更快、更精准。然而，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抗性更强。一位 NBA 记者曾提到，物理学中的压强定律指出，面积越大，压强越小。虽然球员人数没有变化，但空间变大了，因此不可能出现90年代那种1人对抗5人的情况。如果乔丹在今天的联盟中，他将会更加轻松自如，不需要过多的投篮，只需依靠他的运球技巧和标志性的动作就足以主宰比赛。在90年代，乔丹面临的是1打5的局面，他常常需要在对抗中突破重围，真正做到迎难而上，左右开弓。所以综合来看，乔丹在现代篮球中依然能够轻松击败任何一支球队。乔丹的身体天赋。乔丹身高198厘米，臂展218厘米，加上一双大手，这种静态天赋可以说是黄金比例。在动态天赋方面，乔丹的腰腹力量、反应时间、敏捷度、爆发力、弹跳高度和滞空时间都堪称历史前3，而且他的抵御伤病能力也相当惊人，整个职业生涯仅受过1次重大伤病。这2方面的天赋综合来看，乔丹无疑是2号位置上的绝对第一。如果拿科比来比较，科比的手小一些，而与哈登相比，乔丹的臂展更长，身体素质更全面。许多人可能不完全了解乔丹的身体天赋有多么惊人。乔丹可以在罚球线起跳完成扣篮，可以在空中等待防守者落下后再投篮，也能在罚球线内起跳后进行换手挑篮。这些动作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随处可见，展示了他惊人的滞空时间。乔丹的外号飞人，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惊人能力。到目前为止 NBA 还没有一个球员能接近乔丹的身体素质。当乔丹在35岁时获得第6个冠军，而他面对科比、麦迪、卡特等球员时依然能够轻松过人，尽管对阵艾弗森时可能需要用一些假动作来突破。乔丹的一步过人并不是说他真的能一步就能甩开防守者，而是他能够迅速占据有利位置，轻松切入。试想一下，在科比35岁时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球员，是否能像乔丹那样轻松甩开防守者？这个差距显而易见。最后，很多人说乔丹只会中投，而中投被誉为神的武器，这话确实没错。但如果有人说乔丹的3分球不行，这种说法就有些片面了。尽管与现代的疯狂3分相比，乔丹那个时代的3分球确实较少，但在当时3分球并不被看作是强项。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乔丹的3分球能力，在1992年总决赛中，公牛队对阵拓荒者，拓荒者曾经试图证明乔丹的3分球不如人意，然而乔丹在半场3分球9投6中，用经典的摊手耸肩回应了质疑，令对手哑口无言。3分球这种技术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完成的，对乔丹这种极具投篮天赋的球员来说，想要提升3分球技术完全不是问题。如果你仍然怀疑，那么再来看一个事实：乔丹第一次复出时穿着45号球衣，在首场比赛对阵溜马时，投篮命中率表现得非常糟糕。很多人可能认为乔丹的巅峰已经过去，然而第2个赛季，乔丹迅速恢复状态，带领公牛队取得了72胜的辉煌战绩。这表明在乔丹看来，没有什么技术是无法练就的。换到现在这个时代，乔丹可能会在3分线外背打后仰投篮，再加上无人能
登档的突破，他绝对能统治现代 NBA。那些不理解篮球的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一点。公牛队有一个战术叫做乔丹战术，意思是当球队的其他战术无法有效撕开对手防线时，就将球传给乔丹，然后什么都不用管。这种战术是公牛队和美国梦之队独有的，其他球队无法完全复制，因为只有乔丹才配得上这个战术。而当年斯科特·伯勒尔不服乔丹，挑战他进行1v1对决，结果乔丹连赢2局，伯勒尔还想再打一场，乔丹回答：30年后你可以和你孙子吹牛，说你跟乔丹打过1v1，但我怎么和我孙子说呢？谁知道伯勒尔是谁？那么乔丹能否统治现在的比赛？答案是当然能，且绝对能够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的超级球星如勒布朗·詹姆斯、凯文·杜兰特，亦或是斯蒂芬·科瑞打球时似乎没有乔丹那种轻盈的感觉呢？我认为打好篮球不仅仅依赖于身高和弹跳，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天赋，比如身体协调性和核心力量。虽然詹姆斯的天赋也是历史顶级，但与乔丹相比，他缺乏那种天生的协调性。因此，很多人看詹姆斯打球时会觉得缺乏美感，技术上也显得粗糙。当然，詹姆斯的技术能力同样出色，证明了他能够达到4万分的成绩。在 NBA 中，最接近乔丹打球风格的球员就是科比。球迷们都知道，科比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模仿乔丹的打球方式，学习乔丹的各种技术，甚至连行为举止上的细节都力求模仿。然而，尽管科比和乔丹在背身单打和后仰跳投的动作上相似，但在效果和感觉上却存在明显差异。有些喜欢研究细节的球迷就会发现，乔丹在核心细节上的表现远远超过科比，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科比不够努力吗？显然不是，这更多是天赋的问题。乔丹的核心力量和弹跳能力远超科比，虽然他们的跳投动作看似相似，但乔丹能够凭借足够的高度和稳定性，在后仰投篮时只需小幅度的带动小臂，而科比由于高度不足，需要拉动小臂和手腕，幅度更大，容易导致稳定性下降。感兴趣的球迷可以查看2000年后乔丹在巫师队时期的表现，仍然能体会到他的稳定性，而科比职业生涯后期则显得有所不足。打个比方，乔丹的投篮就像是完美的育苗，不需要调整，而科比则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整。尽管他在后续操作上表现出色，但前者的稳定性和精准度更为可怕。这就像是在射击游戏中，乔丹就是那种完美的瞄准，几乎不需要再调整，而科比则需要更多的调整和补偿，结果在对比中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。其次，轻盈感源自于个人实力超越展现实力。迈克尔·乔丹在身体巅峰期是唯一一个能够不借助助跑轻松隔扣对面210厘米大中锋的后卫，他的身体素质堪称逆天。虽然他刚进入联盟时身材在后卫中已经算是顶尖，但经过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，他的肌肉强度和核心力量显著提升，面对内线球员也丝毫不落下风。大学时，乔丹经常因飞得过高而撞到篮板。从乔丹还在北卡大学的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年轻的乔丹一脸蒙圈地坐在板凳上，用冰毛巾敷着脑袋和肩膀，明显受了撞击。成为职业球员后，他对身体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妥了，避免了过度发力导致的伤病。在比赛中，他虽然依旧飞天遁地，但明显保留了一部分力量来控制飞行姿态。优秀的弹跳力让他的飞行既有力量而又不失优雅，而那些没有如此天赋的球员在跳跃时往往显得龇牙咧嘴，弓腰蹬腿，难以保持所谓的优雅。打球的轻盈感离不开技术与天赋的完美结合，乔丹展现了极度优秀的综合球场能力，准确来说是人球合一。他的多重假动作和试探步可以在瞬间发起4-5次幅度极小但频率极快的变向，每一个假动作都能够迅速转化为真正的突破，加上顶级的启动速度，使得一步过人成为可能，从而为后续攻框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，进而可以用接下来的速度完成高难度的上篮或暴扣。这套动作体系体现了乔丹的结合球能力，通俗来说就是球粘手，他的手、脑和球三者之间的协调完美无瑕，大脑如何思考，手如何操作，球也精确地跟随指令。这种默契的配合使得球总是能在最佳时机到达他的手上，就像我们在球场上传球，总会在你到达最佳上篮位置时，球刚好传到你的手中。在现代篮球中，许多球员的动作无法像乔丹那样从容优雅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结合球能力尚未达到乔丹的水平。许多球员通过大量花哨的运球动作来尝试突破防守，但这些动作大多数时候显得徒劳，只能勉强拉开一点突破空间，然后通过身体挤压防守人强行突破。由于速度难以提升，动作上往往变形，使得上篮和扣篮看起来像滑溜的泥鳅扭动身体。虽说美感与否先不论，但从优雅的感觉显然大打折扣。
相反，乔丹的动作总是显得简单而有效。这种简单并非没有深意，而是他将每一个动作都打磨到极致，化繁为简，只留下最实用的一招制敌。90年代篮球崇尚肌肉对抗，比赛的第3节和第4节常常汗水淋漓，体力分配显得尤为重要。因此，乔丹在比赛中往往会留有余力，只有在被挑衅时才会毫不留情地飞起来进行暴扣。他的对手们也都知道不可轻易挑衅他。很多人甚至会通过礼貌攻势来避免激怒乔丹，还有一些球员会私下巴结搞好关系，这使得乔丹不得不时常放水，展示出他在面对挑战时的克制和风度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，乔丹的状态依然不减当年，他轻松的防守当时如日中天的文斯卡特，甚至主动闪开身位，让新星轻松突破，这也表明了他对比赛的深刻理解和成熟的心态。最后，很多人将乔丹的轻盈感归因于肤浅的因素，如运动能力或手掌尺寸等。这种看法忽略了乔丹轻盈感的真正来源。乔丹的轻盈感并非单一因素造成，而是综合实力的厚积薄发。它是技术、天赋、经验和心态的完美结合，使得他在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自然和优雅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。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长球。